我们活在一个太容易分心的世界。手机震动的时候，你从思绪中抽离，打开讯息，回应别人，却忘了刚刚自己正在感觉什么。你总是想着下一步、下一件事、下一个目标，但很少真的停下来，听听身体在说什么。其实，身体一直都在说话。它用紧绷提醒你界限被侵犯，用疲惫告诉你能量被耗尽，用心跳加速，胃部收缩，向你发出不对劲的讯号。你不需要理由，你的身体早就知道。这就是直觉的语言，不是逻辑，不是推理，而是你与生命最原始的对话方式。当你开始练习聆听身体的感知，你会发现它是一座永远开启的导航系统。你会开始感觉得出，这个人让你舒展还是紧缩，这个选择让你内在扩张还是收敛。你会知道，不必证明，不必分析，你只需要相信你感受到的真实。直觉不是特异功能，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感受力，只是我们太习惯忽略它、压抑它、怀疑它，以为只有脑袋才可靠，只有别人的建议才值得信任。但真正准确的答案，其实早就写在你的脉搏里，在每一次身体对当下的回应中，清清楚楚地给你方向。当你越来越熟悉自己的感受，你就越来越不容易迷失。你不再被外在的杂讯左右，不再为了迎合而背叛自己，不再怀疑那个微弱却坚定的内在声音。这份身体的智慧，是你回到当下最直接的途径。它不会引你走进头脑的焦虑，只会轻轻地带你走进此刻。而这个此刻正是显化的起点。所有的显化不是发生在未来，而是在你每一个我在这里，我感受到的当下。你越能与身体对齐，越能与宇宙同步，因为你在信任自己，也就等于信任宇宙。当你与直觉对齐，你会惊讶于自己做决定的速度、清晰与自信。你不再纠结、犹豫、拉扯，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即使没有任何证据。那份稳定是来自内在的连结，是你与自己的身体、能量、情绪紧紧相连的证明。所以，请慢一点，在每一次加快脚步之前，问自己：我现在的身体感觉如何？这个选择让我扩展还是收缩？答案一直都在你里面，从来没离开过。你只是需要重新学会聆听。你所寻找的力量，从来不在远方，它就在你每一次呼吸、每一次心跳之间，在你愿意与当下连结的那一瞬，安静的发光。你许下愿望，诚心祈求，一次又一次对宇宙说：我准备好了。你做了视觉化、冥想、书写、感恩练习，甚至开始留意每一个同步性，想知道它是不是愿望实现的征兆。但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你想要的还是没有出现。你开始疑惑，是不是宇宙没有听见，还是你哪里还不够？你渴望的或许是金钱、爱情、健康、突破，但那份渴望背后的能量，却不知不觉染上了一层匮乏的气息。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在等待的那一刻，心里其实早已预设了，我还没有。而这样的频率，
就是宇宙延迟回应的关键。因为宇宙不会给你想要的东西，它给你所是的状态所共振的一切。当你的能量充满我没有、我需要、我缺乏的讯息，宇宙收到的就是这个信号，不是来惩罚你，而是忠实的回应你内在的共振。你说我想要更多钱，但你的频率在说我现在的状态不够好。你说我想要爱与支持，但你的情绪在传递我感觉孤单、被遗忘、不值得。显化不只是语言的练习，它是能量的承接，而你能承接多少，正取决于你对自己、对当下的看法。匮乏不是事实，它是感觉，而感觉可以被理解、被转化、被疗愈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，不再用还没有来看待你的人生，而是问自己，在这个当下，我是否已经足够？当你开始练习从满足中许愿，从稳定中想象未来，你的频率会自然调高。你不再向宇宙祈求，而是与它合作。你不再急着得到，而是开始创造。因为你已经记得，丰盛不是外在给予的礼物，而是你选择活出的状态。宇宙从不吝啬，它只是等待你转变为一个能够接住的人。那不是自责的理由，而是一种温柔的提醒。真正的创造是从我已经是开始。当你说我已经在爱中了，爱会来找你。当你说我值得拥有所有的丰盛，金钱与机会就会回应你的召唤。匮乏与延迟的能量只是过去的回音，你不需要再活在它的重播里。你可以选择现在就成为那个你以为要等到了才可以成为的自己。现在就相信，现在就接收，现在就活出。宇宙正在等你说一句真正的话。我已经准备好，用完整的我来迎接完整的回应。这一次，从你开始，从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开始，从不再匮乏，而是信任开始。你渴望显化更多金钱、爱、机会与奇迹。你学会许愿，设定意图，提升频率。你对宇宙开放，说：“我准备好了，请给我。”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即使你做了所有的显化练习，那些你想要的好事还是没有真正进来？好像有一道无形的墙，隔着你与你渴望的丰盛。你问自己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？是不是我还有什么信念没清理完？但事实可能不是你做的不够，而是你接收的能量还没有完全敞开。很多人以为显化就是吸引，却忽略了另一个关键：接收。吸引是主动发出讯号，接收则是允许、承接、承认自己值得。你是否真的允许自己被爱？你是否真的相信自己可以不劳而获地被支持？你是否真的安心地接受别人的帮助、宇宙的好意、生活的惊喜？还是你总在被爱时感到不安，在收钱时觉得内疚，在好事降临时怀疑这会不会太好了？接收是一种深度的信任，信任我不必证明什么就值得拥有，信任我不需要先牺牲、先付出、先交换才有资格接受。当你无法完全接收，你就会不自觉地把能量挡在门外。即使宇宙已经回应了你，你也会用各种方式拒绝它的礼物。你会推开机会，缩小自己，把赞美轻描淡写，
把支持当成压力，把爱的靠近视为风险。你不知道，你其实在说，我不配的，我还没准备好，我还要再多做一点。但宇宙要给你的，不需要你证明自己，它只是需要你张开手，说一声我接受。当你愿意这样说，你就打开了一个新的能量通道，让丰盛自然流进来，像水流，无需用力，只需允许。你可以开始练习小小的接收，接受一个真心的赞美，不要急着否认；接受一笔意外的金钱，不要立刻想我该拿来补哪里；接受别人的帮助，而不是急着回报。每一次你愿意接收，你就在对宇宙说，我值得，我准备好了。这份频率会让你开始成为丰盛的容器，能接得住更多，也能流得出更多。因为接收不是停滞，它是流动的一半。你接得越稳，给出的越自由。你越能接纳爱，也就越能成为爱的传递者。你越能安心拥有金钱，它就越愿意在你手中自由地转动。丰盛不是努力追来的，它是你愿意打开自己之后，自然靠近的结果。所以，放下防备，放下那句“我还不够好”，放下对美好的怀疑与迟疑。现在就说一声：我允许，我接收，我值得。我已经准备好让一切美好流进我的生命。从这里开始，让丰盛不再是努力的结果，而是你愿意敞开的自然回应。当你决定要活得更靠近灵魂，当你许下要显化丰盛、爱、自由的愿望，宇宙总会先给你一场考验，不是为了阻止你，而是为了确认你准备好了吗？你说你想活出真实的自己，宇宙就安排你面对那些一直让你压抑真实的关系。你说你想要更大的自由，宇宙就让你看见你一直习惯依赖的安全感正在瓦解。你说你要显化丰盛，宇宙就引你走入一次财务的不稳定。你会觉得受伤、怀疑，甚至想退回旧路。你会问自己，为什么事情变得更难了？我不是走在显化的路上吗？但其实那不是错误，而是转化正在发生。宇宙从不惩罚人，它只是用考验来帮你看见哪些信念还没转化，哪些情绪还在阻碍你，哪些模式还在拖住你。他在说，你说你准备好了，那我帮你清理。于是你开始断舍离，开始放下控制，开始与旧有的自己告别。这个过程不会轻松，因为你正在从熟悉的能量频率中抽身，那就像从一件穿了很久的衣服里挣脱出来。即使早已破旧，仍会有留恋与不安，但每一次挣扎，都是你在为新的实相让出空间。宇宙从不会在你还无法承接时给你太多，它知道你需要的不只是结果，而是有足够的意识与稳定来承载那个结果的你。所以考验来的时候，请不要说为什么又是我，请试着问，这里有什么是我需要看见的？我还在用什么旧的信念过滤世界？这件事是不是正在帮助我成为我渴望的样子？你会开始发现，那些看似混乱的场景其实是祝福的入口，它们让你更勇敢地说出真话，让你开始替自己设下界限，让你放下对他人期待的依赖，回到自己的能量中心。最深的考验
往往是灵魂成长最快的催化剂。它不是你做错了什么的结果，而是你准备好进入新频率的象征。所以请记得，当一切看似失控时，你其实正在对齐新的秩序。当旧有的东西崩解时，真正属于你的空间才会被创造出来。而在这一切的背后，宇宙从来都不是要你受苦，它只是用它的方式将你拉回光里。这份过程是你的重生，这份挑战是你的显化过程中的最后一段进化，而你绝对有力量走过它。当你走过考验，再回头看，你会发现那不是阻碍，那是一场神圣的准备，一场让你配得上、接得住、活得出那个你早已梦见千百次的美好人生的祝福。有时候，我们以为命运是一条早已铺好的路，以为发生的事、走过的路、遇见的人，全都出自于某种无法改变的安排。但其实，命运不是定数，它是一种与你信念共振的实相反射，而每一次转念，都是你打破旧有轨道，走进新世界的关键。你可能从未察觉，那句"我做不到"的念头，早已悄悄限制了你的选择。那句"这就是命吧"的感叹，其实在告诉宇宙你不再相信可能。但当你在某个瞬间停下来，对自己说，或许我可以不一样，那就是心智重构的起点。那是一种深层的重新选择，一种用新的信念取代旧有故事的勇气。你不再从恐惧思考，而是从信任出发。你不再用过去的经验定义未来的可能。你开始问，如果我现在就能选择不同的感受呢？如果我不是受害者，而是创造者呢？这样的转念虽然微小，却像蝴蝶扇动的翅膀，足以在你的生命里引发一场风暴。不是毁坏的风暴，而是重建的风暴。因为当你改变想法，你就改变了情绪；当你改变情绪，你就改变了频率。而当你的频率改变，你吸引到的一切也会开始改变。转念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一种更深的创造意识。你不再只是被动回应生活，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塑造现实。有时候，一个念头就能改写一段人生，一个我值得更好的信念，就能让你终止一段耗损的关系。一个我选择相信自己的决定，就能让你踏上从未想象过的道路。你开始不再将焦点放在为什么这样，而是放在我可以怎么转化这一切。你不再问为什么老是发生在我身上，而是问这背后有什么我要看见的。这样的思维转向，就是你与命运对话的方式。你不是要命运改变你，而是你开始透过意识改变命运的逻辑。每一个转念的瞬间，都是一次自由的选择。它让你从过去的模式中解脱，也让你开始活出与你灵魂对齐的实相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曾经以为是命运的重复，其实都只是未被看见的信念在演戏。而当你终于愿意用新的语言、新的看法、新的能量来看待，剧本就会重新改写，轨道就会悄然转弯。命运不是你走进去的地方，它是你从内在投射出来的外在延伸。而你永远都有权利说一句新的话，想一个新的念头，走一条新的路。只要你愿意在某个瞬间转念，
你就已经开始走在一条全新的命运轨道上了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